欢迎大家又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要分享的是蛋黄酥。之前已经分享过传统的蛋黄酥了，但是因为今天的蛋黄酥呢，我在里面加了麻薯，并且用的是上一期已经分享过了的翡翠莲蓉馅，真的是非常好吃，所以忍不住想要再次分享给大家这一款翡翠麻薯蛋黄酥。我们先来做麻薯，先把牛奶、玉米油和糖混合拌匀，接着加入糯米粉和玉米淀粉，混合均匀以后，我们把它们过筛一次。你是不是觉得其实这个麻薯的做法和冰皮月饼的冰皮很相似呢？是的，方法是差不多的，只是配方略有不同而已。面糊过筛以后，我们包上保鲜膜，然后放进煮滚水了的蒸锅内，大火蒸25分钟至熟。蒸好的面团用橡皮刮刀从中间切开，只要中间没有白点、没有液体，就证明已经完全蒸熟了。然后趁热把它们拌成光滑的面团。一开始可以先用橡皮刮刀，等到不烫手以后，可以直接移到案板上，用手来揉。如果怕粘的话，可以先在桌面上铺一层保鲜膜。你可以看到，一开始这个麻薯只要轻轻一拉，它就会破。就这样反复的揉搓按压，一直到面团非常具有延展性，我们的麻薯就做好了。这样做出来的麻薯非常好吃，而且隔2天也不会变硬。剩余的麻薯还可以用来做面包或者是其他的糕点。这个时候我们的麻薯就做好了，我们可以先覆盖保鲜膜，室温放置在一边，等到彻底放凉以后就可以拿来包馅了。咸蛋黄先喷少许的料酒，然后放进预热好的烤箱，160度先烤10分钟。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水油皮，先把屏幕上方所有的食材全部混合倒进一个大碗中，然后把它们揉成面团。和刚刚的麻薯一样，一开始这个面团不具备任何的延展性，你看用手轻轻一推它就破了，所以我们要一直揉到它出筋为止。这个分量的面团用手揉的话，大概也就10到15分钟就能够出模了。揉好的水油皮也是同样的，覆盖保鲜膜，放置一边，室温静置1个小时以后才使用。准备160克低糖翡翠莲蓉馅，然后把它们分割成8等份，每一个是20克。这个盘子我用来装麻薯，为了避免麻薯粘在盘子上，所以我先铺了一层保鲜膜。同样准备8份的麻薯，每一份是10克，然后要在麻薯的表面覆盖保鲜膜，防止它风干。操作麻薯的时候要记得戴一次性的塑料手套，不然会粘手。每一份麻薯包裹进1颗烤熟了的咸蛋黄，其实你可以增加饼皮的分量，这样的话可以多包一些麻薯会更好吃。然后再用莲蓉馅包裹住已经裹了咸蛋黄的麻薯，分别把它们搓圆排放在盘中。准备好的馅料可以先覆盖保鲜膜，放在冰箱冷藏或是冷冻都可以，稍微把它们冻得硬一些，等一下会更好包。现在要做的是油酥，把低筋面粉和黄油混合揉成团，把它们分成8等份。松弛好的水油皮变得更加光滑，也更加有弹性了。油皮也是同样的，分成8等份。表面覆盖保鲜膜，防止它风干。取1份油皮，把它压扁，然后包裹进1份油酥，收口捏紧，然后搓圆，收口朝上，放在桌面上，然后用擀面杖把它擀成牛舌状。有些教程会说不可以来回的擀，其实不是不可以来回的擀，而是要一下一下的擀，而且动作要稍微轻柔一些。然后从上往下把饼皮卷起来，全部擀卷完以后，覆盖保鲜膜，静置松弛15分钟。松弛好以后，我们进行第2次擀卷，同样的，先用手掌把它们轻轻略微压扁，然后继续用擀面杖把它们擀成长条状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第1次擀卷完以后要让它们松弛15分钟，因为松弛好的面团会更具有延展性，更有弹性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在进行擀卷的时候，油皮不容易破。再次由上至下的卷起，
在这个步骤，面团擀得越长，那蛋黄酥的层次就会越多。第二次擀卷完成以后，继续覆盖保鲜膜，再次松弛15分钟。松弛好的面团用拇指从中间压下，两头靠拢以后，用手掌把它压扁。可以先在案板上撒少许的干面粉，然后用擀面杖把它们擀成圆形。擀好的面皮包入一份馅料，今天包入的馅料因为加了麻薯，所以比平常的蛋黄酥要大一些。如果是新手的话，也可以增加面团的比例，这样子饼皮大一点也会更加好包。收口处要捏紧，并且把它们整成圆形，放在铺了烘焙纸的烤盘上，表面刷2层蛋黄液。当然你也可以只刷1层，但是刷2层的话，颜色会更金黄更漂亮。再在上面撒一些黑芝麻做点缀，就可以送进预热好的烤箱，170度烤25分钟。烤好的蛋黄酥金灿灿的，是不是非常的诱人？不用等到彻底放凉不烫手以后就可以开始吃了。让我们来掰开看一下，这个麻薯 QQ 弹弹，还能拉丝，翡翠莲蓉馅是低糖的，甜而不腻，这饼皮酥的掉渣，真的是非常好吃的一款蛋黄酥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点赞、分享和关注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。